那么对待一个奶娃娃，臭娘们心太黑了，也不怕死后下地狱。哎呀，是啊，连县太爷都说好事是少找的黑心毒妇，看样子好事会被重判呐。王氏听回来的丈夫说，四儿子的腿是被硬生生掰断的，又哭嚎着去打丁盼地，打得丁盼地嗷嗷惨叫。丁三夫也气愤不已，跟着王氏一起打。丁有才则冲去打丁有寿。丁家大房传来的哭闹声又把众人吸引出去，大声议论着。夏里正怕闹出人命，拍着大门嘱咐：不要下手太重，不能再出人命。丁壮应孙女的请求去了大房，大门紧闭进不去，他只得拍着门警告丁山，丁盼地也是他亲孙女，不能让人把他打死。里面继续打着人。丁有才，你不听老子的话，以后你儿子的事不要再求我。丁有才方住了手，王氏坐在地上哭嚎起来。哎呦，我的命苦啊！两个儿子被那个毒妇害了一辈子啊！丁壮头皮痛走了，等明天案子结了，得赶紧把丁盼地弄出去。丁有寿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坐在地上闷了一会儿，想到一个主意。大哥，我也很好事坏良心，我也恨不得打死他。我不是已经把他给休了吗？你就是打死我们也救不了三夫四妇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把盼地卖了，得了银子给三夫娶媳妇儿。丁家穷，丁三夫又极丑，他长大不好说媳妇儿。对于瘸腿又长不高的丁四父，他们从来就没想过给他说媳妇儿。丁四父要当一辈子光棍是所有人的认知。丁有才望向王氏，王氏停止哭嚎，看向丁盼地。虽然瘦了些，个子还是有那么高，12岁卖去那里也可以接客了。好是整残了自己两个儿子，自己要让他闺女更遭罪。王氏恨恨地说道100两银子，你换不回我两个健壮儿子。把盘地卖给人牙子，顶多能卖5贯钱。说直接卖去窑子，能卖8、9贯的钱呢。得了钱，给我三夫说个好媳妇儿。爷，我是你亲闺女啊，你怎么能出这个坏主意？大伯娘，求你们别把我卖去那里，实在要卖就卖个正经人家吧，求求你们了。他不停地给王氏磕着头。王氏阴恻恻地说道：还正经人家不正经人家，卖去哪还要听你的？我呀，只想多卖一些钱，给我那破了相的儿子娶个好媳妇儿。你也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那烂了心肝的亲娘，是她把你害成这样的。爷，我是你亲孙女，你不能让他们把我卖去那里啊！丁力叹了口气进屋了。丁有寿红着眼圈劝道：盼地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在这个家里面活不长，离开了还能活下去，也怨不得你大伯大伯娘心狠，实在是你娘太坏，害了三夫四妇，害了我们整个丁家，你就当替你娘还债吧。卖去那里，我还不如吊死。凄惨的哭声又隐约传来，丁香听得难受极了。好事再是该死，丁盼地何错之有呢？这世上有人来享福，就有人来受苦。丁香想起前世的一句话：女孩的命运就像蒲公英，风起而涌，风止而息，落在肥处迎风长，落到瘦处苦一生。落在瘦处的丁盼地勤劳善良坚韧，世间疾苦却不长眼的要把他压垮压死。村民们的声音几乎没有同情丁盼地的。丁香又求爷爷帮忙，让他今天就去把人弄出来。丁壮摇头说道：今天他们还在气头上，不会轻易放人，我已经敲打了，不闹出人命就成。等明天好事判决出来了，官府都给他们伸冤了，他们的气也就没那么大了，然后咱们再去。不久哭叫声没有了，丁香才放下心来。斜阳半隐，炊烟袅袅，闲话的村人回家吃饭。喧嚣一天的北泉村终于寂静下来。丁昭赶着牛车回到家，他把鞭子甩给杨虎，拎着2个油纸包去了西厢。一家人都坐在南屋陪着丁力来。知道你要买吃食，只烧了1锅素汤。嘿嘿，买了历来爱吃的5香扒鸡和4喜丸子。慢些，慢些，没人跟你抢，另一条鸡腿也给你。给妹妹，我要对妹妹好。我不吃，给三哥吃。好孙子，鸡腿给妹妹就对了，也奖励你多吃1个大肉丸子。
丁香看了一眼爷爷，他随时随地都在给小正太洗脑。夜里，丁香又没睡好，她在想自己这一世的命运。落在锦绣堆里，又被恶风吹起，飘零无依之际，被爹爹娘亲捡回家里。这片沃土，阳光普照，风调雨顺，滋润她幸福成长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个家委屈过任何一个成员，唯独不曾委屈过她。丁香的鼻子酸涩起来，拿着小枕头来到北屋门口。她敲了敲门，此时她觉得自己就是个6岁的小女娃，想爹爹娘亲了。传来丁昭的声音：香香，有事？想爹爹，想娘亲，睡不着。丁昭笑起来，拍拍丁香的小屁股，抱上炕。张氏觉得一定是好事把闺女吓着了。闺女，做噩梦了吗？不怕不怕，那个恶女人被抓起来了，不会再害香香了。丁香被娘亲搂在怀里，听她哼着熟悉的催眠曲，沉入梦中。次日早上，丁昭和张氏悄悄起身，没有惊醒丁香。丁壮、丁昭同一些村人一道去县衙听宣判。丁家大房除了丁盼弟和丁四父，所有人都去了。本来不让王氏去，王氏坚持要去。我要亲眼看着那个烂肝烂心烂肠子的臭娘们儿挨打受罚，我还要去给青天大老爷磕头去。他怕丁盼弟自杀，那样就鸡飞蛋打了。走之前，把丁盼弟绑在柱子上，对丁四父说道：看着他，他娘害了你三哥和你一辈子，他的闺女这辈子也别想好过。院子里一下寂静下来。丁盼弟坐在地上，后背倚在门柱，脸上的伤痕横七竖八，眼睛又红又肿，没有一点神采。丁四父用水瓢舀了半瓢水过去，丁盼弟嘴上干得起壳，还是摇摇头。姐，我能帮到你吗？他不知道窑子是什么地方，但母亲要把盼弟姐卖去那里，盼弟姐又那么害怕，肯定是最不好的地方。丁盼弟眼睛没有聚焦，喃喃地说着：我死也不要去那里。弟弟放开我，我拿根绳子吊死，就算帮我了。姐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？你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活路？弟弟，对不起，是我娘把你害了。我劝过她，真的阻止过她2次，可是第3次她还是得手了。那天奈和大伯娘在院子外跟人聊天，我在院子里搓玉米，突然听到弟弟哭得厉害，看到我娘从你娘屋里跑出来，我知道我娘肯定做坏事了。我跟弟弟一起哭，我不敢说实话，只是求奶说弟弟哭得厉害，一定是生病了，请大夫来给你看病。可奶舍不得钱，说奶娃娃哭正常，还骂我多懒管闲事。他嚎啕大哭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比挨打时哭得还要凄惨。丁四父也哭了，哽咽地说道：我很好事，可我不恨姐。我知道这个家对我最好的就是你。我小时候都是姐帮我穿衣、洗脸、喂饭，做的比我娘做的还多。姐，趁他们不在家，你走吧，跟二哥一样，去外面闯荡，见世面，逃到我爹我娘找不到你的地方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若他不瘸，会跟姐姐一起跑，离这个家远远的。丁盼弟止了哭，愣愣看着丁四父：你放我走，大伯和大伯娘会打死你的。我是他们的亲儿子，他们不会打死我。二爷爷厉害，又喜欢我，我去求他跟爷和爹说情。丁盼弟冷静下来，二爷爷不喜自己，却一直喜欢四父。二爷爷想保四父，就能保下他。他的目光坚毅起来，吸了吸鼻子说道：若我逃出去，再苦再难，我也会想办法活下来。不是为我一个人活，还是为弟弟活。我要挣钱，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儿，让弟弟下半辈子好过。这个家，我只有一个亲人，就是弟弟。我是男人，瘸了腿也是男人，不需要姐姐为我挣钱。你顾着自己就行了。你出去没钱会饿死，我找香妹妹借点钱回来。
小妹妹聪明，说不定还能出些好主意。说着，用剪刀把绳子剪断。香香能帮我？她好得紧，肯定会帮忙。丁四父跑去了二房。张四父啊，谢谢你帮了丽来。等这件事了了，婶子给你做冬衣。谢谢二婶，我来看丽来哥和香妹妹。他们在屋里说话呢。丁香让丁四父坐上炕，拿了一块桂花酥给他吃。丁丽来已经听说丁四父如何帮了自己，感激地说道：谢谢四父，等我病好了，在镇上买几串糖葫芦给你吃，甜的紧呢。潘蒂姐怎么样了？她被我娘绑起来了，说要卖了她，给我三哥娶媳妇儿。丁香气结，好在爷爷同意帮忙了。丁香见丁四父说话眼神飘忽，猜测他有事儿，起身说道：走，去我屋里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两人出去，张氏和杨嫂关着门在上房打结子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看到这个干净整洁的院子，还有长辈们的温言细语，小辈们的欢声笑语，丁四父的眼眶发热。家与家是真的不一样。进了丁香的小屋，丁四父看看窗外没人，才低声说道：香妹妹，求求你帮帮潘迪姐吧，我娘要卖她去窑子。我已经求着我爷帮助潘迪姐，我爷也答应了。我爷和大伯潘二爷爷肯定会听他的话，但我娘不会放过潘迪姐。她把潘迪姐卖去窑子，不只因为钱，还想让潘迪姐遭罪。昨天听我娘说，若不是为了多卖钱，她会把潘迪姐的腿打断，脸划伤，让她当一辈子瘸子和丑鬼。我觉得潘迪姐还是跑去他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好。丁香的心抽了一下，王氏本就不是善茬，再加上对好事的仇恨，真能做出那些事儿。哪怕给了他们钱把丁盼地弄出来，他也会找机会害丁盼地。自己人小，管不了太多，爷爷和爹爹又恨极好事，不会过多参与大房的破事儿。丁四父的想法或许更好一些，逃得远远的，让他们永远找不到。彻底逃出这个家，丁盼地的命运能够改变也不一定。丁香看看丁四父，又瘦又矮，小下巴尖尖，眼睛亮晶晶，这可是实实在在6岁孩子，怎么这么通透呢？丁香心疼地捧了捧他的小脸，全然忘记自己比他还要小。你把潘迪姐放跑了，你爹娘不会放过你，会下死手揍你。丁四父眼里溢出泪水，吸着小鼻翼说道：我想帮潘迪姐，不想让她死。我爹娘嫌弃我，大哥不管我，二哥不常在家，三哥经常揍我，只有潘迪姐对我最好。她看我的眼神跟立春哥和丽人哥看香妹妹的眼神一样，我家只有她那么看我，我喜欢那种眼神。她跟好事不一样，是好人，不是恶人。我爹娘就是揍死我，我还是想帮她。香妹妹，你能不能多借我一些钱，给潘迪姐路上用？我一定还你，我保证。我跟丽人哥一样聪明，长大后会想办法挣钱，一文不少都还给你。这孩子不止良善通透，还心软寄情。丁香喜欢这孩子，还有丁盼地也是好孩子，可惜有那样的娘，那种龙生龙的话也不全对。我有银子，我愿意借给你。他没有说给你，不用你还。几两银子或许会让这孩子走上一条自强之路。光善良心软还不够，还要强大，特别是瘸了腿的丁四父更要自强自立。丁香打开柜子，从里面拿出那个大匣子，里面有一些首饰。一定要跟潘迪姐说清楚啊！这3个是银锭子，每个2两，相当于2贯钱，只有多用钱的时候才拿它。丁四父神色更加郑重，他只听说过银锭子，原来长这样。一个是2两，值2贯钱，我知道了。每个小银饺子是2钱，相当于200文大钱。钱不露白，把这些钱分开放，让潘迪姐穿3副的衣裳，扮成小子出门。若她没有地方可去，就去县城北面的码头坐船。坐船比走陆路安全，不管往京城方向还是往黔州方向，
下船的地方都比较富裕，好找挣钱的机会。要从山脚小路走，错开从县城回来的丁家人。谢谢香妹妹，这个情我记着，也不会把香妹妹说出来。丁香跑去厨房，拿了几个早上吃剩的2米面馒头，再把剩下的几块扒鸡一起用荷叶包上，塞进丁四父的手里。若你娘揍你，我会让我爷帮你的。丁壮一直喜欢和怜惜丁四父，这个忙肯定愿意助，何况这件事儿自己也参与了，爷爷想不管都不成。丁四父拿着荷叶包一瘸一拐跑了，跑到外面，2个少年看着他取笑道：哎，小瘸子跑得挺快的，怎么忙着回家揍丁盼弟？丁四父没搭理他们，跑回家把门插上。丁盼弟正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坐卧不宁。丁四父拉着丁盼弟进屋，把荷包拿出来，一字一句转述着丁香的话。他数了数，大钱有66个。丁盼弟越听眼睛越亮，似乎前路光明了不少。他们跑去几个父住的屋子，丁四父拿出一套丁三父的衣裳。丁三父比丁盼弟小2岁，但长得高，他的衣裳他能穿。丁盼弟又拿出一套中衣裤，快速在上面缝了几个小包，把银锭和银饺子藏进去，外面的荷包只装铜钱。做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丁四父喂他吃了一个馒头，又把几块鸡肉塞进他嘴里。丁四父自己也吃了一块鸡肉，这种鸡肉姐弟2个都是第一次吃，却没有品尝美味的心情。丁盼弟把头发打散梳成鸭脚，包袱系在身上，来到院子里。日头已近中天，午时出了。丁四父一直忍着的眼泪落了下来，轻声说道：姐，你要活下去。丁盼弟把丁四父抱起来，脸埋在他的头顶，哭出了声。姐，你快走。丁四父又催促道。丁盼弟抬起头，嘱咐了他几句，把他放下，快步跑出大门。丁盼弟用袖子挡着脸，低头快速地往村后走去。来到山脚，又向南走去。有几个村人诧异地看着丁盼弟，想说什么又没说。丁四父站在门口，看不到丁盼弟的身影了，回身把门关上。丁盼弟的声音还萦绕在耳畔：弟弟，你也要活下去，再苦再难都要活下去，等着姐，姐一定会多多的挣钱，让弟弟下半辈子好过，为我娘赎罪。你要懂这三父，他比你爹娘还可怕。你帮了丽兰，二爷爷又喜欢你，想法子求他带你离开这个家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像二哥那样出去闯荡，但你聪明，嘴甜，可以去铺子里当学徒打杂，苦是苦了些，总比待在家里好。还要敬着三爷爷、二伯、四叔、香香、二哥，你有难处了，他们都能帮忙。特别是香香，她是二爷爷的宝贝，又聪明，一定要跟她交好。再替姐谢谢她。姐姐终于走了，终于离开这个家了。丁四父咧开嘴笑起来。他坐去台阶上，望着空荡荡的院子，日头把地面照得发白，爹娘的面孔光晕中，丁四父才感觉到害怕，似无边无际的恐惧要把他淹没。他紧握着小拳头，冥思苦想，怎么说能少挨打，怎么说能让爹娘相信他的话，给盼弟姐争取逃跑的时间，还要想法子离开这个家，否则父母不打死他，也会被丢了媳妇儿钱的丁三父打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嘈杂声大起来，其中夹杂着丁有才的大嗓门。他们从县衙回来了。好事怎么判罚的？青天大老爷判他杀人未遂，恶意伤害稚儿，情节严重，迟刑20，流放北地做苦役。哎呀，听到那臭娘们的哭叫声，那个痛快呀！我还给青天大老爷磕了几个响头，感谢他为民做主呢。哼，要不是判了流放，会打好事打得更狠。该打，让他作恶；该打，让他作恶。丁四父一个机灵站起来，他抬头看看天空，日头西斜，若盼弟姐跑得快，应该跑了大半路程了。丁四父脸色苍白，静静看着大门。大门打开，丁力第一个走进来，接着是丁有才等人。王氏面带喜色，看向上房门柱，除了小儿子站在那里，丁盼弟不见了。他几步跑上前，厉声喝道：那个死丫头呢？跑了。王氏一把拎起他的脖领子，怒道：跑了？说怎么跑的？跑哪儿去了？上午，班弟姐说饿，
我看厨房没有吃的，就去二房向小妹妹要了2个馒头给她吃。吃完馒头，她又说想拉屎，我总不能让她拉在裤子里，就说把绳子解开，让她去茅房，拉完再把她捆上。她同意了，可我一解开绳子，她就把我推倒在地，换上3哥的衣裳，跑了。蠢东西，他说啥你就信啥呀？说他跑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拦他，拦不住，看他往村后跑，是不是去他姥姥家了？丁三富听说丁盼地跑了，还偷了自己衣裳，气得不行，人没了，卖不了钱，自己这么丑，去哪里找好媳妇儿？他大哭着把丁四富踹倒在地，死瘸子，我打死你！丁有才给了丁三富一巴掌。嘿，你打他有屁用啊！赶紧去郝家看看丁盼地是不是去了那儿。你们都去，把那死妮子给我绑回来！说是郝家敢不还人，就让郝家赔钱。切，郝家穷得叮当响，有个屁钱呢！今天宣判，郝家连人都没去，根本不认那个嫁出去的闺女。没钱就交人，说是找不到人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说是找不到人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自家穷，又出了个好事，这辈子是别想再娶媳妇儿。若找不到盼地，丁有才夫妇肯定更恨自己，别说过继儿子，给自己养老摔瓦盆的人都没了。世上那么多继子，人家都能活下去，你又为什么不能？若做得好，吃香喝辣，比在家过穷日子好多了。那个死丫头为什么要逃跑？丁香听完郝氏的判罚也解气，流放仅次于死刑，活着受罪。郝氏情节严重，就该这么判。他把爷爷和爹爹拉去自己屋，说了丁四富来找他，他拿银子帮助丁盼地逃跑的事儿。爷爷、爹爹，四父真的很好，激情善良，宁可挨打也要帮盼地姐。他帮过3哥，咱们欠他一个大人情，你们帮帮他吧，别让大伯大伯娘把他打死。再说我也参与了。丁壮和丁昭愣了愣，这2个6岁孩子做大事儿啊！等等，香香居然知道窑子。父子2人对视一眼，觉得一定是他听了院外糙汉子的荤话，又聪明便知道了。这孩子必须要教育，胆子越来越大。你们还小，不知世道险恶，盼地一个小姑娘跑出去出了事怎么办？以后不许了，这种大事一定要先跟大人说，怎么做由大人定。再出什么事儿也比迈进窑子或者被打缺毁容好，跟大人说了就帮不成了。好吗好吗，下次我先跟大人说。四父是仁义孩子，我会帮他的。谈完话，丁香去院子里转悠，听外面的动静。许多人等在外面看热闹，议论着丁盼地跑了，丁有才等人去他姥爷家抓人的事儿。丁香暗暗给丁四父比了个大拇指，真是聪明孩子，给了他们误导，又为了丁盼地逃跑争取了时间。吃完晚饭，又隐约传来孩子的大哭声，是丁四父的。丁香恳求地看向爷爷和爹爹。丁壮站起身对丁昭说道：大房越闹越不像话，咋能这么大孩子？四父帮了历来，这个情我们得还，带2两银子2只鸡去感谢四父，然后再把老三和夏立正叫上，一起说道说道。我也去。不行。小人精，丁历来得意地说。我爹早看出妹妹是个小人精了。一提丁池，张氏就来气，笑容淡下来。半个多时辰后，丁庄父子回来，后面还跟着一瘸一拐的丁四父。他鼻青脸肿，却笑得开心，眼睛肿成了一条线。丁香迎出去问道：四父哥来我家住了？丁壮把他抱起来，笑着说：明天起，四父去铁铺当学徒。张氏看了一眼丁四父的小身把，他能打铁？丁昭讲了一下大概。丁有才和王氏跑去郝家要人，郝家说丁盼地没来，别说外孙女儿，就是郝氏那个闺女，他家也不认。邻居们都来作证，丁盼地确实没来过。丁有才几人无法，又回家逼问丁四父。丁四父咬死不知道。丁有才夫妇气得把他往死里打，当着父母的面，丁三父不敢打，
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大骂丁四父坏良心，害自己没有了好媳妇。看到丁四父被打得厉害，嗓子都哭哑了，丁壮几人气不打一处来。丁壮指着迎出来的丁力说道：窝囊废，家里闹成这样你就不管管？家里出了个恶妇，我怎么管？王氏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我的命苦啊！好事害惨了我的2个儿子，他亲闺女还逃跑了。夏里正说了句公道话：好事作恶犯法，已经得了报应，被打被发配。你们的仇报了，还闹甚呢？你是觉得好事杀人未遂，想再出条人命啊？发配有个屁用啊！我儿子毁了，挣不到钱，娶不到媳妇儿，我找谁去啊？说我娘把盼地卖去窑子，少说也能卖8两银子。他跑了，我就讨不到媳妇儿了。丁山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，没搭理这对母子，对丁有才说道：有才啊，四父也是你亲儿子，他又不知道盼地会逃跑，总不能打死他吧？大哥大嫂，四父也是受害人，比你们更苦，何苦这么对他呀？四父帮了历来，这是谢礼。丁有才和丁力、王氏脸上都有了喜色。丁四父看见丁壮，就像看见救命稻草，忍着痛走去丁壮面前，跪下哭道：求二爷爷帮帮我，我虽然腿瘸了，还是勤快嘴甜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学徒的活计？我就是一辈子不娶媳妇儿，也会攒够8两银子给3哥哥娶媳妇儿。我就是一辈子不娶媳妇儿，也会攒够8两银子给3哥哥娶媳妇儿。唉，正常孩子啊都要8、9岁大去当学徒，你才6岁，又矮又瘸，谁愿意要你呀？他的小眼珠瞥向丁壮，还是希望丁壮能帮残废儿子寻条活路。四父暂时就去铁铺当学徒吧，跟我一起住在铺子里，包3顿饭，每月给50文大钱。等他长大一些，再让他学一门适合他的手艺。谢谢二爷爷，我会好好干活。除了丁有寿，丁家大房所有人都乐起来，包括哭着的丁三父。这么小就开始挣钱，8两银子肯定能挣够，而且自家也不用养活这个吃白饭的小瘸子了。丁壮可不是吃亏的性子，又指着丁有才手里的2两银子说着：四父说要攒够8两银子，那2两银子是我送给他的，你们先收了2两，只剩6两了。正好，二叔三叔这李正都在，麻烦你们去做个见证，我要同丁有寿分家。他媳妇害了我俩儿子，他闺女还跑了，我们已经不想跟他一个房里住着。丁有寿不愿意，鼓着眼睛吼：爹还活着，不能分家。丁有才也坚决要分家，丁山也同意，若丁有寿住在家里，这个家永无宁日，先把家分了，等自己死了，他们再去衙门过户。丁有才夫妇又提议，作为对丁三父、丁四父的补偿，丁有寿必须净身出户。丁有寿更不愿意了，跳着脚骂人。夏里正对王氏说道：要给别人留活路，好事害丁香是你婆婆指使的，害3父4父就有你的原因了。若你不挑事儿，不欺负好事，他也不会把你的恨发在2个孩子身上。现在你们又不给有寿留活路，就不怕把他逼急了像好事一样？丁有才和王氏才怕了。最后商定，家里的4亩地4贯钱5只鸡，丁力留3贯钱跟丁有才生活。丁有才3亩地，这个院子5只鸡，丁有寿1亩地1贯钱，让他把村头那几间破房子修整修整，住去那里。丁有寿还想分丁昭刚才送丁有才的银子，丁有才沉着脸把银子还给丁昭。等分完家再给我。丁有寿方没言语，由丁昭执笔写了分家文书，当事人和证人按手印儿。丁香暗自腹诽，大房壮劳力多，男孩多，按理应该日子好过，这么多年却只攒了4贯钱，没多置1亩地，也没多添1片瓦，地和院子还是当初安安奶奶置的。我耽搁了2天，明天是中秋，也要回去干活，晚上回来吃团圆饭。昭子和李春娘准备准备，后天请客吃席，感谢那些帮着找历来的人。李春娘再找点历来的旧衣裳改改，给四父穿。丁香拿了3把棉线过来，教丁四父打烙子，教了3种，让他在铁铺里练习，等他学会了再教别的打法，都学会了又打得好，就让他打丝线，还给工钱。这天晚上，丁四父跟丁立人一个屋睡，屋里很晚才熄灯，一个在灯下苦读，一个在灯下苦练。
次日，丁香还没起床，丁四富就跟着丁壮、丁立人一起去了镇上。丁四富干不了铁铺的活计，无事就坐在檐下练习打烙子。他很不好意思白吃饭白拿钱，还白用二爷爷家的线，每天都抢着打扫卫生、擦铁器，帮二爷爷倒水铺床洗碗，连二爷爷洗了脚都抢着擦。隔壁贺大娘家帮铁铺做饭，丁四富偶尔也会去他家干活。时间久了，铺子里的人都喜欢他。好事带来的影响在北泉村渐渐平息，村人开始抢收地里的庄稼。丁香家种了2亩地玉米、1亩地红薯和2亩地花生。收庄稼的时候，丁昭会留在家里，加上2个短工同杨虎一起收。红薯之前就收了，现在收玉米，花生最后收。二房院子大，不需要去晒场晒粮食，直接拉回家。丁香喜欢吃新鲜玉米，最喜欢骨头玉米冬瓜汤和嫩玉米饼。上个月起，家里就经常做这2样。当然，他还喜欢吃奶香玉米浓汤和金沙玉米等，这些要留着他以后做。8月23这天收花生，收花生的时候是孩子们喜欢的季节，风里飘着好闻的花生姜味，地上经常会有1、2颗被人遗漏的花生，孩子们捡起来满足地吃着。丁香也喜欢这个味儿，他闹着要去自家地里，丁昭就牵着他和丁立来去了。丁立来头上的伤口已经结疤，还没有好彻底。对于丁立来上学，丁壮父子并不特别强求，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。村南边山坡上有几片坡地，丁香家的5亩地在最上面，下面的2亩地是丁山家的。丁山和赵氏一个短工在地里忙活，丁香和丁立来坐在自家地边的树下吃花生。杨虎和短工挖花生，丁昭捡到筐里，捡够2筐就挑回家晒在院子里再回来。丁香还嘱咐爹爹，让杨婶煮一锅花生，爷爷喜欢吃煮嫩花生。妹妹把手都弄脏了，从怀里掏出帕子擦丁香手上的泥。花生脏，妹妹不要剥了，我剥给妹妹吃啊。没事儿，脏了回家洗洗就是了。不行，妹妹白白嫩嫩的手都弄脏了，不好看。小正太学到了丁立春和丁立人的某些做派，喜欢看妹妹干干净净、白白嫩嫩，绝对不许他把自己弄埋汰了。他非常霸道的不许丁香剥花生，剥1颗先放进妹妹嘴里，再剥1颗自己吃。丁真带着丁大牛来了，丁真坐在丁香旁边，丁四牛同另几个孩子一起在阡陌道上捡花生吃。突然，天空出现几只大鸟，时高时低，翱翔在蓝天下。丁香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站起来大声喊道：菲菲，菲菲！丁立来见了也站起身喊，他不敢太用力，声音不大。接着是丁真和丁大牛喊，另外的孩子也跟着喊。大鸟越飞越远，飞去天尽头。丁香失望极了。不多时，他们又回来了，继续在上空翱翔。孩子们又开始跳着脚大喊：菲菲，菲菲！丁香没敢站起来喊，由于刚才太激动又跳得高，身上已经出了一层薄汗，有一股香气飘出。他赶紧捏碎1颗药丸，冲鼻的药味把香气压下。突然，一只鹰猛地俯冲下来，向丁香冲去。所有人都吓得惊叫起来，怕老鹰饿坏了，把孩子叼上天。丁昭、杨虎、丁山几个男人向这边冲来，大鹰冲到丁香身后，又飞上天空，嘴里多了一条大蛇。大蛇足有半丈多长，小碗的碗口粗，众人惊叫声更大。老天哪，那蛇的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么多人还敢下山？那么大的蛇，还不得把孩子累死呀？是那只老鹰救了他们。更确切地说，是救了丁香。那蛇就在丁香身后。这丫头命大，当初好是拿针没扎到，今天大蛇没咬到。丁香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香气把蛇吸引过来，他还看到那只鹰的腿上系了条红烙子。回家，以后不许跟来，太危险了。哎，快看那只鹰，落下去了，落在咱们村里了。爹，那只鹰是菲菲，它一定落去咱家了。丁立来拉着丁昭的衣裳，3人急匆匆回了家。还未进家门，就听到张氏和杨虎家的惊叫声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大的蛇呀，吓死人了！丁昭推开院门，看见一只豹鹰正踩着一条大蛇，一口口啄着蛇肉，大蛇身子还扭动着。
张氏和杨婶站在远处不敢靠前。张氏是山里长大的，不怕蛇，但这么大的蛇少见，他还是吓得不轻。丁昭已经看出那只豹鹰就是菲菲，他把丁香放下，进厨房拿出一把斧子，把蛇剁成2半。好了，你们不用怕了。菲菲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都想死你了。她就是菲菲啊，好威风啊！他还没见过菲菲，特别想见见，今天终于如愿了。菲菲抬起头，张开翅膀，一摇一晃地向丁香走来，张嘴还叫着。她的硬嘴壳外沾着鲜红的蛇血，嘴里的倒钩挂着蛇肉。丁香嫌弃地抱着她的小脑袋，不许她靠近。丁昭笑着端来一盆水让菲菲喝，长嘴伸进盆里喝了几口，血和肉没了，丁香才把菲菲抱进怀里，让她的嘴对着自己腋下。丁香刚出过汗，腋下极香，舒坦的菲菲咕咕叫着。丁丽来也跑过来，顺着菲菲的后背，一人一鹰亲热许久才松开。丁香欣慰地打量着菲菲。菲菲已经成年，个子又长高了，翅膀宽阔有力，鹰爪粗壮，羽毛顺滑油亮，也更有本事了。看看那条大蛇有6、7斤重，她轻而易举就捕捉并啃食。自家现在有实力了，丁香想留菲菲多住一段时间，最好她不愿意离开。丁香又抱住菲菲的脑袋，对张氏说道：“娘，杀只鸡招待菲菲吧。”是该好好感谢菲菲，不止救了香香，这蛇也是好东西。把爹叫回来，每天吃1盅蛇肉补身子，骨头泡酒，慢慢喝。下晌，杨虎去镇上把丁壮叫回来，丁壮还专门买了1斤羊肉回来招待菲菲。丁四父不想回家，晚上宁可住隔壁贺婶家的仓房。丁壮看着蛇肉，眼睛都笑没了。多整治几个菜，把老3父子、夏老2父子请来喝酒。亲子身体不好，多吃点蛇肉补补。看了一眼跟孙女腻在一起的菲菲，又笑道：“菲菲是贵客，每次来我家都要送大礼。”丁香把煮好的花生装了一碗，放在丁壮的手上，讨好的说：“爷吃。爷爷说的，花生性佳，越吃越香。”没有谁比我的乖乖孙女儿更孝顺了，爷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上。丁香又坐进篮子，跟菲菲玩起了坐飞机的游戏。她现在40斤左右，菲菲叼她非常轻松，飞了一圈又一圈。丁丽来也想坐菲菲，她已经50多斤，菲菲叼了一圈就放下。丁丽人回来，非常识趣的没提这个要求。晚上，菲菲如愿住在丁香的小榻上，怕菲菲拉粑粑，丁香用布做了前世口罩样式，都在菲菲的屁股上，逗得全家人大笑不已。睡觉前，丁香关着门疯狂的跳，出了汗才上小榻上躺下。淡淡的香气漂浮在屋里，菲菲的小脑袋钻进她胳肢窝。有她在，丁香一点不担心有不好的东西爬进来，美美的睡着了。菲菲又安心的在丁香家住下来。菲菲在的日子，丁家是最快乐的，随时都有欢快的笑声飘出小院。丁家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还有香气贿赂。菲菲闭上嘴，又带着丁香飞起来。这个游戏不止丁香喜欢，丁四牛更喜欢，每天都要来2房玩一阵儿。26下晌，丁香在西厢教丁丽来算数题，菲菲站在一旁温柔地看她。这个时代写数字不是写阿拉伯数字，至少丁香目前没看到过阿拉伯数字，而是写汉字或算筹，计算用珠算。珠算丁丽来不喜欢，她喜欢心算。丁香自己用阿拉伯数字计算出来，口述教丁丽来，不久丁丽来就能用心算算出来。现在无论多大数的加减法，丁丽来都能心算出来。丁香又开始教他乘除法，以后再教一些简单的方程和几何，他就无能为力了。这种算学教学只存在于只有他们2个人的时候。突然，拍门声和丁立春的大嗓门响起：“娘，妹妹，我回来了！”这个声音犹如一记炸雷，小院一下热闹起来。丁香快步跑出去：“大哥回来啦！”丁丽来和菲菲紧随其后，在正房忙碌的张氏和杨婶也迎了出来。拉开门，丁香一下跳到大哥身上。丁立春笑声豪迈，还故意粗着嗓子，不看稚嫩的脸庞，以为是20岁的汉子呢。丁立春抱着丁香给张氏行了礼。
又对秃头的丁丽来说道：“历来好些了吗？哼，我不在家，否则一定请差爷在路上收拾那个恶妇，太坏了。”他在镖局已经听丁二父说了好事做的恶。丁丽来羞赧道：“哎呀，也是我笨，着了坏人的道了。香香快下来，让你大哥洗把脸，喝口水。”丁香翘着小屁股把大哥抱得更紧，逗得丁立春大乐。张氏又让杨虎家的快去镇上，让丁壮晚上回家吃饭，再买些好菜回来。丁立春擦了脸后，把给家人的礼物拿出来，几大包京城出产的驴打滚、班杜黄、果脯，有自家的，也有送亲戚朋友和杨虎夫妇的。丁壮、丁昭、张氏每人一块尺头，丁立人和丁立来各2条墨，丁香一块尺头2朵珠花。丁立春挺了挺胸脯，看着丁香笑道：“嘿嘿，有我这样的大哥，妹妹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咱不怕交子铺的人了。他们再敢惹咱们，老子锤死他！”说的极是豪迈。丁香一下想到梦里的那个小男孩，还是做出好奇又可爱的样子。大哥那么厉害啦！逃了一趟镖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少惹那些恶人。我结识了礼部郎中曾大人，曾大爷还请我吃了2次饭呢。郎中，那么大的官儿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嘿嘿，我救了曾大人的长孙，就这样结识了曾大人和曾大爷。曾大人跟临水县的县太爷贺大人是同年，他专门给贺大人写了信，请他照拂咱们家。回家之前呢，我先去了县衙，把信交给了贺大人，又说了一下咱家跟交子铺的过节。贺大人马上就让师爷去敲打楚老板了。怕交子铺跟钱二当家阳奉阴违，县太爷的话他们就不敢不听了。这是抱了一根大粗腿。丁香高兴地跳了一下，终于可以去县城溜达溜达了，他都憋坏了。丁立春又眉飞色舞讲了他在京城的奇遇。那天呢，我抱着孩子在街口等人，看到好些护卫护着2辆马车走过，车上的牌子写着东阳公主府。不敢相信吧？啊，我居然看到东阳公主了。车里的小姑娘掀帘子被东阳公主挡了回去。东阳公主头上的金凤凰比我的巴掌还大，唉，可惜只晃了一眼，长啥样没看清。丁香的心猛跳几下，梦中那个后脑勺是贾寻香的，手是公主亲娘的，真是太巧了。后来呢？我抱着曾小少爷等人不好跟着看，听差爷说东阳公主是皇上的大公主，驸马爷呢是当朝最年轻的状元郎荀千代，他们只有1儿1女，冒头的小姑娘是他们的闺女香香县主。公主的闺女也叫香香啊？啊，香香是封号，她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儿子连公主县主都看到了，长了世面了。娘在京城住了1年，连公主的马车都没看到过。丁立春懂行的纠正道：“哎，公主的马车要叫车驾。”他又跟丁香眨了眨眼睛，意思是还有更多消息单独跟你说。丁香没看到他的眼神，正气得在心里骂人呢。什么香香公主啊，她香吗？那个县主封号明明是皇上外祖给我的好不好？切，公主亲娘就是个棒槌，孩子被人偷了，还把仇人的闺女宠上天。哦，自己这辈子的生理父亲叫荀千代啊。名字是够有气势的，哼，但名字有气势有毛用啊？他继母弟弟把他闺女换了，作恶的人就蹲在老荀家，他还不自知，也是个憨憨，白瞎状元郎的称号了。正说着，又听到拍门声，是丁壮和丁昭回来了。丁立春又跟他们眉飞色舞的讲了一下跟曾大人和贺大人见面的经过。这个好消息令丁壮父子大喜过望，感觉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落下来。县太爷发了话，交子铺的人再横也不敢再动香香了。我让你送方老大夫和秦掌柜的铜炭锅，你送去了吗？啊，我去了医馆。方老大夫今年上半年去世了，他儿子一家回了老家，给秦掌柜的铜炭锅送了，另2个锅我送给了曾府。啊，哎，那么好的老爷子。香香也难过，她虽然没见过老爷子，经常听爹爹说他的好，而且老爷子还是他圈定的重要证人之一。那张纸上不知还有几个人活着。这是跑镖挣的钱，本来是15两，3两银子给家人买了礼物，2两给师傅师娘买了礼物。立春也开始挣钱了，这2两拿去自己用。
又退了他一个小银锭。丁立春又拿出一块玉佩和一个玉笔筒，说是曾大人送的，给丁昭和丁立人用。曾大人送你的，你自己收着。我想去县城玩。等我休沐后，咱们一起去。杨虎家的回来，买了好几个菜，一坛好酒。丁立春虽然才13岁，但已经开始跑镖，在外面也学会了喝酒。丁壮第一次让他陪着自己喝烈酒。饭后，丁壮让丁立春去把2个熟了的红苹果摘下来，难得全家人都在，一起享用市面上没有的大红苹果。苹果比市面上的红苹果大得多，颜色偏淡，接近粉红色，非常好看。爷爷，我答应了三哥，他表现好就跟爷爷说说情，单给他一个人吃1个红苹果。三哥表现得很好，不爱哭，受了伤还坚持学习。见丁壮的眼睛瞪起来，又嘟嘴道：一口唾沫1个钉，不能食言，不能言而无信。爷爷不能威胁三哥，也不能暗示他不吃。众人都笑起来。丁壮的确想威胁和暗示三孙子不能吃独食，听了孙女的话也笑起来。香香说的对，人要言而有信，否则以后他说的话呀就没人信了。丁立来如愿，一个人吃1个大红苹果，另1个苹果其他人分。丁立来非常大方地表示要给妹妹分一点，丁香拒绝了。丁立春被2位家长留下单独问话，丁香在屋里着急地等着丁立春，可等到上床睡觉，那边的谈话还没结束。次日，丁香睡得自然醒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要菲菲一来，附近就很少出现鸟儿，老鼠也跑得一只不剩。丁香穿上衣裳，牵着菲菲走出东厢。杨虎家的要给他倒水洗脸，丁立春出来说道：杨婶，你去忙吧，我来。丁立春给丁香洗了脸，他长得5大3粗，做事却很细心，生怕弄痛妹妹。又从锅里拿出1个热着的白煮蛋，1小碗白米粥，1碟酱黄瓜，端去东厢桌上，1碗生羊肉放在地上给菲菲吃。丁香边吃边听丁立春讲了他在京城打探的事儿。他进京之前无意说了妹妹对皇家事感兴趣，丁昭沉着脸训斥了他：你一个小老百姓，皇家事能是你打听的吗？你妹妹小，你不小，不许打听那些事。若是你敢不听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宠妹狂魔丁立春还是不忍妹妹失望，偷偷打听了一些，却不敢让父亲知道。听说呀，皇上有7位皇子，2皇子是太子，名叫高凤，是苏贵妃所生的。有3位公主，大公主是东阳公主，就是我看到的那个。2公主是西阳公主，3公主是南阳公主。我去西阳公主府附近转了一圈，哎呦，好大呀，比整个北泉村还大。墙是浅红的，大门是深红的。丁香可不想听西阳公主的什么事儿，打断她的话说：东阳公主呢？听你说她闺女的名字也叫香香。意思是因为她闺女的名字跟我一样，所以我才对她格外感兴趣。丁立春纠正道：那位驸马爷不仅是大黎朝著名的美男子，最年轻的状元郎，还是翰林院学士，年纪轻轻的就被奉为了大儒，对写诗、作画、武学、算学、律法、天文都有研究，参与过朝廷多本相关政律书籍的编撰和编译，自己也写过书。不过都说他行事与常人有异，最喜跟长毛鬼打交道，还喜欢那些人说的西语。看到妹妹惊诧的眼眸，丁立春得意地笑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嘿嘿，还有妹妹更想不到的。巡抚马为了跟在户县传教的外国人学习西语，在户县整整住了3年，还带着10几个下人加入了天主教，和传教士一起翻译过什么书。丁香更吃惊了，她偶尔会分析一下这一世的生理父母。东阳公主不用说，有公主病，身体不好，不是不负责任就是不太聪明，否则也不会由着季婆婆在她家把亲闺女偷了。而巡抚马，之前丁香想到的最多的词儿是状元才子、美男、软饭男、抑郁不得志男。妹妹，妹妹。丁立春的大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驸马不光只会吃喝玩乐享清福，还是有干实事的人。曾大爷就特别佩服巡抚马，说他有大才，若不被招为驸马，将来有可能当首辅。皇上也欣赏他，他是本朝唯一一个有实缺官职的驸马爷。哥哥，巡抚马翻译了什么书啊？你怎么不买1本回来给我瞧瞧？嗨，长毛鬼的书有什么看头？那些人还没开化呢，
毫毛有1寸长，听说还要吃人肉喝人血呢。妹妹实在要看驯服马的书，我想办法买一本他撰写的书给你看，编译的就算了。想到父亲的嘱咐，又摆手道：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一个小姑娘打听男人的事做什么？还是皇家的男人，要是爷和爹知道我帮着你，会打死我的。我要看嘛，看嘛，他撰写的、编译的，我都要看。我给哥哥打扇坠，打汗巾子，打玉挂饰，打后生戴的漂亮彩镯子。说完就仰着头嘟着嘴，做出可爱的表情。丁立春最招架不住妹妹撒娇了，笑着说：好好好，去县城给妹妹买，只是千万别让爷和爹知道啊。吃完饭，丁香和丁立春带着菲菲去山坡玩。他要训练菲菲，让小东西知道进山找吃的不仅可以回他自己的家，还可以回这个家。丁立春怕菲菲直接把丁香叼走，把系菲菲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手腕上，让他站在他肩上，再背着丁香走出去。黑娃跟在后面，丁立来伤势未痊愈，要走那么远的路没带他。路上碰到丁真带着弟弟来二房打烙子，听说去山上训练菲菲，高兴地跟着去了。村人跟丁立春和丁香打着招呼，看到高大健壮的丁立春，心里想打菲菲主意的人更不敢打了。丁家二房出人才，眼看丁壮残了老了，只剩一个丁昭能打，丁立春又成长起来。刚刚13岁的少年比许多成年人还壮实，一看就不好惹。来到之前放飞菲菲的山坡上，小村落踩在脚下，山风很大，大半树叶已经枯黄，蓝天无垠，远处几只鸟儿划破长空。菲菲眼里出现了不舍，她以为主人又要让她回自己家了。丁香抱着她的小脑袋嗔道：真笨，你在山里吃饱了玩够了再回我家呀。这话有些复杂，菲菲听不懂。丁立春把菲菲放出去，菲菲飞了1丈多远，便被绳子拉住，大翅膀使劲忽闪也飞不动，逗得几人大乐。丁立春又把她拉回来，再放出去。2个多钟后，菲菲突然扎进旁边的灌木中，叼出一只不知死活的田鼠，踩在地上大口吃起来。玩到晌午，几人才意犹未尽，带着菲菲回家。丁立春休假的这些天，应丁香的要求，每天都会带菲菲来山里走一趟，再带她回家。傍晚，丁香如往常一样站在门边等爹爹和哥哥，身边站着黑子和菲菲。远远看到丁昭和丁立人走来，丁香又高兴地迎上前去：爹爹，哥哥！二人满脸喜色，丁昭手里还拎了卤猪头肉和2根卤猪脚。爹爹这么高兴，有什么喜事儿吗？的确有喜事。今天晌午，楚大棒和孙大头来了铁铺，奉上60两银子，请求父亲的原谅。银子我们收下，话也说得好听。脸色又严肃下来，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3根指头可不是60两银子能买下的。父亲差点死了，受过的痛楚常人无法想象。香香差点被他们抢走，毁了一辈子。感谢青天大老爷，感谢鄂大人。丁香拍着马屁：还要感谢爷爷和爹爹的决策英明，让大哥去当镖师，也要感谢大哥，大哥英雄救小孩，才结识了丁大人。丁昭笑得开怀：小人精，明天爹把这话给你爷带去，他定会多吃1碗饭。大家高兴，丁立春又去把丁山父子和夏二伯父子请来喝酒。跟屁虫丁大牛也来了，闹着做了几圈菲菲。次日上午去训练菲菲，下晌丁香闹着去镇上看爷爷。危险解除，张氏便同意了。丁立春背着丁香去铁铺，还带了1碗蘑菇烧肉给爷爷晚上吃。终于能自由逛街了，丁香倍感幸福。丁立春给丁香买了1串糖葫芦。铁铺倒座是打铁的地方，里面有炉子，各种打铁工具。丁昭领着3个伙计忙碌着。院子里凌乱地摆放着各种生铁和铁器、毛坯、铜锭等物。丁香在门外叫着：爹爹，石头叔、梁子叔、易大哥。哎呦，香香来了。立春出息了，小小年纪当上了镖师。丁四父听到动静，从屋里跑出来：立春哥，香妹妹。哎呦，难得呀，四父长肉了。这里阿子，香香进屋喝甜水，等爷1刻钟。立春，来帮老子搭把手。
我放了糖，香妹们喝。丁四父把他这些天打的烙子给丁香看，烙子打得非常好，不像男孩子打的，更不像6岁男孩子打的。打得真好，明天杨婶来镇上买东西，再让她带些线给你，你编这2种，再带几块布和针，教你做针线活。四父哥哥好升学，说不定能凭这门手艺挣钱养活自己。丁香觉得丁四父就是天生裁缝的命，该他揣裁缝的碗。我真能做裁缝，就像胡同口李裁缝那样。胡同口有一家裁缝铺，李裁缝是个驼子，不仅开了裁缝铺，还娶了漂亮媳妇儿，生了3个儿女。干好了，你比李裁缝还厉害。丁四父傻笑着，喜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真的能有那样一天。突然，丁昭的大嗓门响起来：“哎呦，钱大哥！丁兄弟，这位是孙兄弟，我带他过来看看老丁掌柜。”孙老爷，钱大哥，我们这里埋汰，请进，请进，屋里坐。丁掌柜客气了，先去看内屋。几串脚步声绕过偏煞，往后院走去。丁香知道了，钱兄弟肯定是钱二当家，孙老爷肯定是让爷爷打大刀的人。孙老爷，钱二当家，这是我的小孙女儿香香，来，给2位老爷磕头。香香见过孙老爷，见过钱大伯。小姑娘雪玉可爱，丁老掌柜有福啊。丁壮干笑2声。自从交子铺的那一出，丁壮再也不敢夸奖丁香，特别是当着不熟悉的人。好孩子，叫我孙大伯即可。孙大伯。来得及，没有适合给小女娃的见面礼，下次补上。刚才他给了丁立春一个玉挂件当见面礼，丁壮和丁昭忙道：“孙老爷客气了，不敢。这里有牌花子，香香不能出铺子门，也不要同陌生人说话。”自己的闺女儿子满镇子跑他都不怕，却怕这个宝贝蛋出点什么事儿。丁香乖巧的答应：“好。”铺子外面人来人往，几乎每个人的目光都会在丁香身上停留一下下。白胖的小女娃漂亮极了，圆溜溜的眼睛，粉嘟嘟的小嘴儿，带窝窝的小胖指头拿着果脯往嘴里送，小腮帮子吃得鼓鼓的。还真有人过来打招呼：“哎呦，这漂亮小娃是谁家的？”“是我二伯的小孙女。”人家一听是丁壮的孙女儿，赶紧离远一些。丁红鼻子为了这个孙女儿敢自剁3根手指，若自己不注意碰到这孩子，还不得被丁红鼻子剁成肉酱啊！不多时，放学的丁立人去铁铺路过这里，他看到丁香，大喜道：“呀，妹妹怎么在这里？”“来看爷爷，铁铺来了客人，让我在这里等。”丁立人陪着妹妹一起等。申时末，几个颇有气势的人骑马路过这里，引得乡人驻足望去，正是孙老爷几人。丁香起身冲他们甜甜一笑：“孙大伯慢走，钱大伯慢走。”孙钱2人冲他点头微笑。孙老爷眼神突然一滞，怪不得刚才觉得这小女娃有点面善。没想到丁家出了这等好人才的小女娃，不光是长得讨喜，小小年纪举止淡定从容，别说临水县，就是整个胶东省，这等人才的娃娃也少找啊。都说那孩子像他祖母，你别看丁老掌柜长得寒碜，亡妻却不是乡下人，是当初临水县首富薛平富的私生女，据说长得甚是美貌。丁兄弟不止一次说，他和他儿子长得都像丁家人，唯独这个闺女像足了他母亲。丁老掌柜的3根手指头没了，就是为了护着这个小孙女儿。丁掌柜的亡妻是薛平富的私生女。钱大户便把那段跳河公案大概讲了一下。丁壮正拿着几颗宝石冥思苦想着。丁香猜测那几颗宝石一定是要镶嵌在刀柄上的，不仅刀要锋利，还要漂亮。自己回去画几个刀柄图给爷爷选，漂亮的刀剑是古装美男和仙剑美男的标配。爷爷晚上不回家吗？不回，孙老爷即使满意那样东西，做好了也能挣一大笔钱，你大哥的前程也会更好。香香不是担心钱少开不成铺子吗？不用担心，
等爷挣了钱，都给香香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爷爷答应我，把这样东西做完就不要再打铁了。爷辛苦，香香看了心痛。丁壮的心都被暖化了，想摸摸孙女的脸，又觉得手脏，笑眯了眼说：等孙女的铺子能赚钱了，爷就可以享清福喽。铺子一定能赚钱，爷爷要少喝些酒。你的鼻子又有些红了，都没有那么俊俏了呢。祖孙几人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丁昭带着3个儿女回家，依然是丁立春背着丁香。斜阳西坠，红霞满天，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，广袤的黑土地光秃秃的裸露着，笼罩在橘光中。远处村落上空飘着淡淡的炊烟，极目处群山蜿蜒，夕阳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丁香的2条小腿一荡一荡。父子几人轻声交谈着，偶尔跟路过的行人打个招呼。丁香心里溢满了温情，如流淌的橘光一样温暖柔和。乡下的日子宁静美好，丁香想一直这样过下去，但是不能，她总要长大，总要去面对一切她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。听丁昭和丁立春的意思，那位孙老爷是水军的什么将领，官儿很大，是钱二当家年少时的好朋友。孙老爷很欣赏丁立春，让他好好习武，愿意考武举最好，不愿意就进军营，前程他包了。好好习武，策略方面多请教前妃。听说他明年会下场考武秀才。听说大哥的将军梦有望实现，丁香高兴的小身子耸了几耸。吃完晚饭，丁香跑去自己屋里，梅里一直啄他小屁股的菲菲跪在大椅子上画刀柄，浪费了几张纸，终于画出4个满意的刀柄。他拿去上房，屋里灯光昏暗，丁昭和丁立春在堂屋里说着话，张氏在灯下做针线。丁香把纸交给丁昭：爹爹，你明天交给爷爷。丁昭看了一眼，觉得是不是自己眼花了，起身走去桌上的油灯前细看。丁立春看见了，也跟了过去。嚯，这几种刀柄形状花纹都不一样，还威武漂亮，连宝石镶嵌在哪儿都画出来了。不仅画得好，还想得好。闺女，这几种刀柄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，想着想着就想出来了呗。香香聪明，那么复杂的富贵节都能想出来，这么简单的刀柄当然也能想出来了。妇人之见，这刀柄不仅趁手好拿，还漂亮威武，与众不同，怎么是节子能比的？在西屋学习的丁立人和丁立来听见，都跑出来看。丁立人满眼艳羡：妹妹画的真好。丁立来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：你才知道啊，妹妹一直画的这样好的。这样的刀柄配上爷爷打的刀才算完美。丁立来指着2个刀柄图说：这2个有些像，都是新鲜。一点都不像，这个是星辰，这个是冰花。哎呀，原来炸开的冰花会这么肃杀威武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刀柄。几人看了一阵，张氏喜欢星辰，丁昭和丁立人喜欢盘梨，丁立来喜欢虎头，丁立春喜欢冰花。看明天丁壮选哪个。丁香也喜欢冰花纹，虽然没有盘梨纹和虎头纹霸气，没有星辰纹漂亮，但更具炸裂感和肃杀感，也独特。他猜测爷爷肯定会喜欢冰花纹。这几个大小男人选图也能看出他们的性格。小正太丁立来是理工男，喜欢直观威武的东西。丁立人像丁昭多些，稳重圆滑，不过于特立独行。丁立春像丁壮，对事物有独特的见解，敢冲敢打，但易冲动。这样的组合非常不错。丁昭能为丁壮兜着，丁立人能为丁立春兜着，